我们再来看一个特殊的事件啊，叫做 tick。我们在空白处点右键，输入 tick， 事件 tick。这一个事件啊，它的作用就是你可以看到每帧调用的事件。什么叫每帧呢？就是无时无刻啊，你每刷新一帧画面，它就会来执行。所以它是从头至尾无时无刻都会执行的一个事件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首先我们让它输出一下。输出一个什么内容呢？输出一个 data seconds， 就是它的变化的秒数。我们把它放在让它输入这个东西，打一个字符串，输出这个 data seconds， 看看会输出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点运行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左边不断的在有这个数字输出出来，是因为这个事件啊 ，tick 这个事件是无时无刻每一帧它都会执行的。另外，它还会记录一个秒数，就是每一帧与上一帧间隔的秒数。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一个值来算出我的人物出生的有多少秒，用来记录？好，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呢？变量。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变量来记录我们的人物出生的有多少秒钟。变量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有常量啊，比如说数字1、2、3啊，或者是一个字符串 ABC， 或者是你的名字，这个我们称为常量，它不会变化的。变量呢，就是会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它会不断变化的。比如说像我们的人物出生的多少秒，它是个不断变化的值，对不对？我们所以称为变量。好，我们添加一个变量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来一个叫做 life second。生命秒数，它是活了多少秒啊？活了多少秒？另外，它的这一个叫做类型变量的类型，我们点击打开看，变量有很多类型，看有布尔值、字节、整数、浮点数，浮点数就是小数啊，有字符串、文本命名，然后还有向量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什么？这里是一个浮点数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创建一个叫浮点数，它活了多少秒？可以是0.1秒，可以是0.01秒。好，把它拖出来，来进行设置。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啊，看我怎么来的。首先 ，life second 这个数加上，我们把这个情景关联给勾选起来啊，添加，加上 life second。这个秒数加上我现在已经活了多少秒，然后再好输出给这个等于复制给它啊，设置给它，然后呢再用打印字符串来输出。好，我们通过这一段代码啊，就可以知道活了多少秒。我们来编译保存来试一下看看。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是不断的在变大的啊，现在活了6秒、7秒、8秒、9秒、10秒。好，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，来输出我们的秒数。主要看懂前面这3个变化的秒数，就是我此时此刻这一帧与上一帧变化的时间是多少，然后加上life second 就是往里面添加，最后又赋值给它，又设置给它。好，这个地方你来认认真真理解一下你的第一段这个运算啊，来获取它的生命。